這是在衛星上可以看到的6個字：彌足、忠烈、千古。位于北纬27度05分，东经112度40分。这是一个古老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际，以骨為筆，以血為墨，書寫下的不屈誓言。這個地方位於湖南南岳衡山的山腰，名叫忠烈祠。時間回到1938年10月25日，蔣介石召集4大戰區主要將領，在衡山腳下的盛京學校召開第一次軍事會議。在此前的1年多時間裡，中國軍人在淞滬戰場傷亡約25萬，南京大屠殺震驚世界，花園口決堤讓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國民政府的2號人物汪精衛甚至公開說抗戰必敗。這是中華民族的至暗時刻。但是我們也看到了台兒莊的榮光，看到了殲滅敵人106師團的萬堅嶺大捷，還有國共兩黨同仇敵愾的平型關。此時敵人已經攻陷300公里外的湘北重鎮岳陽，大敵當前，中國軍人沒有畏懼。蔣介石和受邀參加此次會議的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葉劍英商議，由兩黨合作共同舉辦南岳游擊幹部訓練班，國共攜手共禦外辱。這也是這個民族最為高光的時刻。如果兄弟倆能按此堅持下去，或許抗戰不需要打這麼久，更可以免去內戰給這個民族帶來的綿延至今的傷痛。但事與願違。在此次軍事會議上，另一個給這個民族帶來重大影響的是，諸多將領在談到那些曝屍荒野的陣亡將士時，無比悲痛地說：“我們忠勇將士為國捐軀，竟至死不得收骨，我們後死者如何能對得起已死的官兵？還有什麼面目見人？”自此，南岳忠烈祠的建設被提上日程。1940年9月10日破土動工，8萬軍民肩挑背扛，在綿延陡峭的山路上踏出血徑，能工巧匠垂斬為筆，在堅硬的花崗岩上雕琢出英雄的豐碑。三鄉子弟齊心協力，一同鑄就了這座中華民族精神的堡壘。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1943年7月7日，南岳忠烈祠正式落成。山之上錯落飛布着19座將士墓葬，其中7座集體墓，12座個人墓。響堂的正中央供奉着抗戰陣亡將士總神位。落成儀式當天，主祭者第9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將軍指着總神位說：“抗戰還在進行，犧牲在所難免。這總神位特為今後為國捐軀忠靈而設，千秋萬代，血實無替。”中華民族終於用自己的行動告訴世人，這個民族永不遺忘為他獻出生命的人，他們不再是朝代更替的炮灰，是這個國家需要永遠銘記的英雄。是的，國家愛他們，他們就會愛國家。此後，沒有陣亡將士入祠，南岳的居民家家戶戶豎旗致敬。忠烈祠落成當年的12月21日，陣亡於常德保衛戰的御10師師長孫明錦將軍的靈柩運抵南岳，葬於忠烈祠正前方。落葬時，方先覺、葛先才等第10軍的將領親自抬棺，他們在師長的墳前鳴槍，視為師長報仇。半年之後，葬於衡山之上的孫明錦，看着他的兄弟們在前方的衡陽城裡與敵人鏖戰了47天，這是中國抗戰史上的奇蹟。在此期間，日軍來到忠烈祠，破壞了紀念堂的玻璃13塊，並用泥沙堵塞了通道。1年多後，上百萬中國軍人的犧牲，終於換來了戰爭的勝利。遺憾的是，國共兩黨在付出巨大的犧牲，終於取得了反法西斯的勝利後，並肩作戰的戰友
成為你死我活的敵人。1952年秋，南越特区政府接到上级指示，立即清除反动遗迹。使为副区長的張懷一遲遲不願行動，被定性為嚴重失職的錯誤行為。張懷一最終沒能阻止這次行動，但是他的抗命足以載入史冊。至1953年6月，忠烈祠內100餘處讚頌陣亡將士的題刻全部搗毀。更為遺憾的是，忠烈祠裡保存的10倍抗戰陣亡將士名冊從此不知去向，數萬英靈連名字也消失於歷史的無知。13年後，南越的師生前往忠烈祠，用鋼鉗鐵鎚將陣亡將士墓葬搗開，將屍骨拖出來棄於荒野。這一天是9月3日，抗戰勝利紀念日。直到1982年，南越管理局將塵封於倉庫的忠烈祠墓匾修繕後，懸掛到了原來的位置。歷史終究會回到應有的位置。1987年，31位全國政協委員前往南越度假，專程參觀了忠烈祠。一位84歲的老人含淚寫下詞句：“忠烈報國，碧血丹心純宇宙，救亡圖存，成人取義朝日月。”在落款處是5個字：幸存者黃維。黄埔一期畢業的黃維將軍打滿了整個抗戰。1989年5月，安葬於忠烈祠的陸軍上將羅啟江的孫子來到南越，他在當地村民的帶領下找到爺爺的墓地，在墓穴旁邊的土堆中找到了爺爺的幾個白骨，他邊哭邊把白骨埋入墓穴中。只有正視歷史的錯誤，這個民族才不會陷入西西弗斯式的魔咒。1995年7月7日，抗戰勝利50周年，南越區委和區政府在忠烈祠舉行了鄭作彌將軍墓和74軍抗日陣亡將士墓修復揭幕典禮，並公祭抗日忠烈。這是南越忠烈祠在1949年之後的第一次公祭。10年後的2005年，民革湖南省委在忠烈祠舉行了萬人公祭抗戰民族忠烈大典活動。中共省委常委、宣傳部長蔣建國宣讀祭文，這是忠烈祠落成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祭拜活動，空前且絕後。也就是在2005年抗戰勝利60周年時，國家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講話時說：“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着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據一位參加此次會議的人講，當領導人講到這句話時，全場起立鼓掌，無數人熱淚盈眶。一個有擔當的國家，值得更多人去愛。抗戰勝利70周年時，中共中央向所有的抗戰老兵發放了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章，而今年是抗戰勝利80周年。中央邀請國民黨抗戰老兵參加閱兵式。2005年，主持忠烈祠萬人公祭活動的民革湖南省委劉曉，在2013年推動了中國遠征軍仁安羌大捷202位陣亡將士牌位入祠儀式。這是1949年之後首次的入祠活動，引發了全球華人的關注和讚許。歷史的進步總歸是需要有心人不懈努力。今天，讓我們再一次把目光聚焦在北纬27度05分、東經112度40分的這個地方，民族忠烈千古。這個古老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際的不屈誓言，需要我們永遠銘記。我們應該看到，歷史還沒有回到應有的位置，我們應該警惕，歷史的進步也總會有波折和羈絆。也因此，南越忠烈祠這個本應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來下跪的地方，卻很少有人知道。而2里之外的南越大廟，全是全國香火最旺盛的地方。忠烈祠的沉默與大廟的鼎沸，形成了一幅令人窒息的圖景。一個民族為何熱衷於向虛無縹緲的神佛祈求庇護？
卻類似於向那些真正用生命庇護過的這個民族的英魂獻上最樸素的緬懷。當我們把目光投向更廣闊的世界，這種反差更顯尖銳刺目。日本的靖國神社、韓國的顯忠院、美國的阿靈頓國家公墓，每一個都無比莊嚴肅穆，遊人如織。冰冷的歷史背後，是無數個彷徨的家庭。在忠烈祠大門口，一位80歲的老人擺了一個地攤，放着爸爸的照片和烈士證。有人路過，他就像招攬遊客一樣，給大家講述爸爸的故事。他的爸爸名叫蔣烈光，是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的一名少尉。1937年陣亡於上海。中央軍校教導總隊是當時最精銳的部隊，經過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這支部隊幾乎全軍覆沒，連番號也消失了。這位老人說，爸爸犧牲的時候，他還在娘的肚子裡，他的媽媽吃了很多苦才把他養大。他想爸爸，但是爸爸的尸骨在哪裡，他不知道。前不久，我給曾在忠烈祠门口擺攤的老人打電話，他的手機已經是空號。今年春天，我來到忠烈祠，看着冷冷清清的場景，我無比失落，甚至我都在懷疑，我們多年的堅持還有意義嗎？就在不知所措時，我突然看到忠烈祠的大門口進來了一對嘰嘰喳喳的孩子。這個溫馨的場景讓我滿血復活。我還發現了一個令人淚目的場景。路過忠烈祠大門口的客運車都會按一聲喇叭，司機說這是公司的要求，是提醒路人，也是向先輩致敬。這家公司同時運營着山下的衡陽1944景區。今年5月，我們把總部搬到了這裡，在這個離先輩最近的地方繼續未盡的戰爭。80年前，先輩們守護這個國家，今天我們守護先輩的榮光。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們基於對這個國家和民族深深的愛。我們找到了他的帽徽。我爸爸临終之前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爺爺。你家来回家了。